有很多的震撼和收获。欢迎大家收看杭州3天2夜超详细 Vlog 旅游攻略，包含住宿、美食、路线分享。如果你不喜欢打卡式特种兵的旅游路线，那这条人少、景美、好吃且治愈路线你一定要收藏哦。手串。第一天我们买的是晚上的飞机，因为便宜，所以到达杭州的时间差不多已经1点了，所以提前把住的酒店是订到了机场附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家的枕头还蛮好睡的。这是我第一天晚上的房间，在机场附近找的一个酒店。都2点钟了，到杭州的第一餐，回味即饱，确实有比较多的海鲜。第二天一大早在酒店吃了一点早餐，然后坐地铁先到新的酒店办入住，然后出发来到高营街，在方船面馆吃了半川以及卤鸭饭。猪肝腰花半川是真的太美味了，锅气十足且配菜满满。吃完了才知道为什么叫半川而不是拌面或者炒面了。然后步行来到江南第一豪宅胡雪岩故居，这是一个历时3年、耗资300万银两建造的。胡雪岩当时个人的资产几乎是整个国家的1/2，可谓富可敌国呀。整个花园峭壁假山，亭台楼阁，当时它的御凤楼可是最高建筑物呀。然后来到大井巷，这是杭州最早的咖啡一条街，想要喝茶饮咖，感受本地人生活方式，就可以来这里。See Morning 1楼是咖啡厅，2楼是器物商店，还有很多不同主题的小画展。看这个手冲壶，步行几分钟就可以来到大马弄，是他们本地人的菜市场，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江南的市井气息。穿过大马弄就可以来到茶院前农贸市场，在这里可以尝一尝蒋师傅家的炸酥鱼，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，虽然很酥脆，但确实有点太甜了。晚上可以来大运河旁走走逛一逛小桥流水、白墙黑瓦的小河直街，来拍拍照打打卡，确实还是挺出片的。回到酒店点了一个生蚝外卖，可真的太新鲜了，店家我帮您放在右上角。窗外就是昨天晚上走过的那个大运河。这个冷萃龙井真的特别好喝。下船之后，旁边就是苏东坡纪念馆。我觉得历史的知识还是值得一看，这样才能更理解山海人间的深邃，就像与古人一起携手共游了世界。旁边走几步路就到的太子湾、玉湖湾也值得去走走逛逛，可以看到坐船看不到的风景。下午来逛了中国扇博物馆和非遗首座活态馆。在扇博物馆可以了解到扇子从古至今的发展史，有太多各样的扇子，真的超级精美，只想赞叹古人的智慧。最有意思的还是非遗活态馆，这里可以体验到超过18种的非遗项目，织布、油纸伞、冷瓷、扎染、沙画、陶艺制作。我想如果我生活在杭州，可能会经常来体验吧。我和你们说，今天其实真的是像坐过山车一样。先是我的相机，不小心被人拿了，然后去找，后面呢又失而复得，现在呢我又来到了一个没有在计划之内的地方，然后又让我有很多的震撼和收获，所以今天真的是太刺激了。晚上来吃了一家衢州菜，是一个本地小姐姐介绍的，点了4菜1汤，每一道菜都还不错，口感层次也非常丰富，感觉衢州菜应该是杭帮菜的天花板了吧。他家的米饭很好吃哦。
他家除了那个葱花肉不辣，其他都挺辣的，我觉得就还比较像云南菜的口味。早上的法喜寺人真的挺少的，从佛学院这边走的话，人就不会很多。买了一些手串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杭州的一个小全景，对面这里就是西湖了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绍兴见喽。